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这个变频器驱动板与普通的不完全一样，我们看它有1、2、3、4、5、6个变压器。它是用来干什么用的呢？它是用来给我们的 316J 来提供电压的。每一个都是并联的，它的初级都是并联的，次级是分别通过这两个电容滤波，一个是输出正17伏，一个是输出负7伏，给 316J 提供电压。那么是什么来驱动这6个变压器的呢？我们知道它的初级是并联的，通过这两个功率管提供交变的电流，从而在次级产生交变的电压。经我们后边的二极管整流以后，这两个二极管组成一个整流桥，这两个二极管组成一个整流桥，经电容滤波向我们的 316J 提供电压。那么变压器前面的驱动电路是怎么样设计的呢？这两个功率管，一个是 PMOS， 一个是 NMOS。PMOS 的原极是接我们 BM2576 的输出端， NMOS 的原极是接地的，接我们这个 BM2576 的三角。很显然它俩是交替导通的，这两个长管的漏极接在一起，接我们变压器初级绕组的一个引脚，变压器初级绕组的另一个引脚接我们这个有一个谐振电容，谐振电容的这端接在我们正极，接在我们这个 BM2576 输出的正电压上，然后这个电容的负极接在我们 BM2576 的地上。这两个电容呢，正极和负极串在一起，接在谐振电容的另一个引脚上。这样呢，这两个功率管工作在开关状态，这样呢就在变压器初级产生交变的电流。那么它的驱动是怎样设计的呢？ PMOS 长管的山极对原极有两个串联线辅的二极管， NMOS 长管的山极同样对原极有两个线辅的二极管。同时 PMOS 的山极是接在这个电容上， NMOS 的山极是接在这个电容上。这两个电容的这端串了两个100欧的电阻，100欧的电阻这端是接在一起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两个长管山极的信号是通过一个信号进行耦合的，只不过是通过两个电阻、两个电容把这个信号分开以后，分别加到两个长管的山极。那么这两个电阻这一端是连在一起的，这个信号是来自于哪儿呢？它是来自于我们这个位置有一个 MC1455。MC1455 呢与 NE555 是完全一样的，它的8角是供电，7角是内部放电管，在这里没有使用，6角是高电位触发端，5角是触发电压控制端，在这里也没有用，外边连电容都没有接，4角是复位端，接到了8角上，因为低电位复位，所以呢这里边相当于没有使用。3角是输出端，2角是低电位触发端，与6角接在一起，1角接地，3角输出端通过这个电阻，然后接到2角和6角之间，同时这个位置还对地有一个电容，就是充放电电容。很显然上电瞬间这个位置为低电位，2角受触发，3角输出高电位，这个高电压通过这个电阻给这个电容充电，当这个电容上的电压达到2/3电源电压值以上的时候，6角受触发，3角输出低电位，电容开始放电，当这个位置的电压低于1/3电源电压值的时候，2角受触发，3角输出高电位，如此往复循环，输出一个方波，然后通过这两个电阻，通过这两个电容来耦合到我们这两个功率管的山极，使功率管工作在开关状态，从而使变压器初级产生交变的电流，从而在次级产生交变的电压。由于这个方波和频率是固定的，并且变压器的绕组也是固定的，所以输出的电压也是固定的。这个就是它的电路图了，这就是 MC1455， 这是一对功率管，上边是 PMOS， 下边是 NMOS。 这个变压器呢是6个，我们只画出一个，这个是它的谐振电容，这两个电容是充放电电容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